我花了160万买了一颗炸弹，开心不？开心。买了个炸弹。买了个炸弹回去。你们是不是经常在电影里边、电视里边看到一些黑帮军火交易？今天小严带你们来体验一把军火交易。我今天带你们去买炸弹。我现在所在的村在老挝的炸弹村，这个地方全是炸弹。当初在对越作战的时候，光在老挝投下来炸弹1点几亿枚，只爆炸了1/3，还有2/3没有爆炸，相当于就有8000万枚没爆炸了。按照老挝现在的排雷进度，排100年都排不完。基本上你不用走多远，脚下就有炸弹。所以说这上面一般的人是不敢去的。在老挝边境都有看这种牌子，这种牌子是提示你这个地方可能会有炸弹，是在排雷没有排完的。我拉近一点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上面的意思就是当年美军打越南的时候，在老挝投下来多少炸弹，还有多少没有爆的，排了多少。红色区域就是有炸弹的地方，这个蓝色区域是没有炸弹的地方。最多的就是集束炸弹，集束炸弹就是那种一个很大的一个壳壳，包了很多那个小坨坨，从天上面丢下来，然后分开，就像网球大小的那种的。等一下我带你们去看一下实物。这个地方我以前来拍过一次，但是有很多地方说错了，这次我重新来拍一次，我想给你们拍的详细一点点。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些房子都是后面建起来的，你们可能有人来过老挝的南布拉邦，买了一些手工艺的勺子啊，那些什么小星星啊，就是这个村里面出来的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可以啊，还有没有更好一点的？哦，啊，没炸药了吧？这个安不下去了，这个也可以拆掉。这里边是取了火药跟底火的，都没有了，就是这3个部分组成的。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你们有认识的没？这个160万，你问他还有没有枪？以前的枪没有了。只要有枪，他也不会卖给我们。那个枪别误会了啊，那个枪是几十年以前的，已经生锈了的，就那种残枝断根的，就像这样子。这就是枪。biu biu biu。还有这个，你们应该在那些香港的那个港战片里面，就是那个枪下面，在那个发射子弹下面还有一个发射炮弹的，砰，就这个子弹。你们看到这勺子，这个工艺品，还有这个小手榴弹的那防弹的，挂在脖子上面的，这个就是飞机上面的残骸。货机上面的下面那个鬼槽，然后把它溶成那个铝水，然后再倒到炉子里边，再倒到模具里边，就这样把它做出来。这个也是航弹，很大的一个，你们可能没有感觉。你看桌子能放得这么大，上面的也是，这就是战争遗留下来的东西。包括这个水壶，这个座椅也是飞机上面的，当时美军应该是坠机了，掉下来了，他们捡到了。我花了160万买了一颗炸弹，这就是航弹。当时美军对越作战的时候，这个从飞机上面投到老挝上面来的，就这东西，开心不？开心。买了个炸弹。当时我在拍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可以看到路上面有很多那些手脚不怎么健全的人，就是当时在山里边采药材啊，或者是在做农活的时候，不小心碰到那些未爆的炸弹，就那样了。接下来我带你们去看另外一家，这一家的炸弹品类是最多的，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看。Hello， somebody I。他们家炸弹的品类是最多的，有很多东西你们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吗？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集束炸弹，但是因为美军做炸弹的质量呢就不怎么好，从上面掉下来的时候很多地方没爆，就弄在泥土里边，经过几十年被雨水冲刷就冲出来了。小孩子不知道，他就捡到这玩意，你抛给我，我抛给你，然后悲剧就这样发生了。一年在老挝有很多人是因为这东西送了命。特别是小孩子居多，这个就是以降落伞的形式往上面丢下来。还有这个掉下来的时候，它可以把那个伞打开，就呼嘣。这个地方以前是没有人居住的，就是最近的10来年才有人搬过来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地方危险与机遇是并存的，所以他们把这排雷排好的地方，他们就把它建上房子，叫什么自己土里挖什么，挖到什么自己拆什么，把火药给拆下来。拆下来以后，就把炸弹壳做成工艺品，才有这个繁荣的村庄，每家每户小洋房。这还有火箭筒啊！哎，哦，这个就是那个，是那个吧？这样子的，这样的，你们看一下，现在真的了吧？这个卖不卖？这个卖不卖？这个多少钱？我值200万。就这个小的200万，
因为现在挖出这个东西的成本太高了，它不是金钱的成本，是生命的成本。因为挖这东西的时候，基本上要送命的，所以说现在卖的价格也越来越高了，小的100-200万，大的500-600万。我们当初来老挝的时候，在山上面也经常可以看到很大一个的航弹，在里边可以拆出来很多那种炸药。当时没饭吃的时候，我们也拆出来以后卖给矿场去挣点钱吃饭。现在不敢拆了，那个航弹下面有个螺旋桨，用刀把它插住，你再怎么敲它不会爆。一个航弹拆出来炸药可以卖个1万多块钱的嘞。这个视频拍出去了，你们也不要问我位置在哪里，这个位置你们还是少来，不好走，比较偏。位置我感觉我就发给你，你也找不到，知道的人也少。以前有很多老挝人有商机，那些人就把这些好的炸弹全部选出去卖给别人做工艺品。他们说这个炸弹是镇宅的，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。我这次主要是想买几个放在酒店里面去，放在酒店大堂那边，让你们以后来我那里住的时候可以看一下真炸弹的风采。他们穿的衣服全是美军以前留下来的衣服，几十年了都还是好的。这就是他们做出来的戒指，然后用那个锉刀这样锉。那是嘞。我东南南看那你哦，水表嘞，水表嘞。这个它可以拆开的。诶，这个也是没有火药的。当初美军在打越南的时候，为了找出胡志明小道，按照美军那个尿性，他就一直狂轰滥炸，然后就把老挝炸成这样子的。炸到现在，有很多山头啊是寸草不生的，就是长出来那么一点点的，都是那些生命力比较顽强的树。这可能就是老挝为什么这么贫穷的原因之一。美军当年投下的炸弹，跟老挝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，但是炸弹已经成为老挝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老挝人民把炸弹的残骸给弄下来，把炸弹做成工艺品啊、船啊、房子啊。但是在我看来，这些锈迹斑斑的炸弹，更像是老挝的一个历史符号，时刻展示着这个国家的沉痛与苦难。那些原本狰狞的战争凶器，在老挝人的独特性格和生活哲学之下，又变成了一种象征的精神，那就是即使我们身处苦难，也让苦难开出花朵。